我们的老觀眾肯定都知道，我自己是一個三星用戶，那我的主力機就是這台 S24 Ultra。用它的原因是什麼呢？除了不想陷入一些沒必要的紛爭之外我也確實比較習慣於玩 UI 系統的自定義性尤其是現在各家都在收緊 root 權限的情況下，你不需要 root 也能自定義，且在國內還能用的一個系統呢，還是挺難找的吧。但是我的 S24 Ultra 呢，確實在有些方面已經跟不太上時代了，所以我就等着換新機了。我還挺關心今年的這個三星旗艦 S26 Ultra 到底是怎麼樣的啊。結果很幸運我們這一次獲得了三星的邀請，去看了 S26 系列的發布會，並且還在現場和工程師做了一點交流，了解了他們很多的設計思路。三星這一次給我們準備了 S26 系列的手機和新的84 Pro 的耳機來體驗。那麼 S26 Ultra 這款新機究竟是何方神聖？它真的夠 Ultra 嗎？夠不夠吸引我升級呢？今天我們就來上手體驗一下吧。那這個就是 S26 Ultra 的真機啦。實話說，外觀這一塊在我眼裡一直都是三星手機的加分項今年的 S26 Ultra 也不例外，總體上延續了 S25 Ultra 的直板設計，直角邊框加上完全平整的背板其實我個人是更喜歡23和24 Ultra 這種弧邊的手感，直角主要是好看吧。但得益於四角上加大的耳角的弧度S26 Ultra 的手感還是比 S25 Ultra 好了不少的。攝像頭 Deco 做了重新設計，去掉了 S25 Ultra 上的那個裝飾性的圓環也不再是之前那種一個個獨立的鏡頭了，而是把3顆主要鏡頭整合進了一個縱向浮起的這塊氛圍島裡。那我覺得這個設計是要比上一代做得更好看的。邊框材質方面，三星之前做了2代鈦合金，兜兜轉轉，今年又做回鋁合金邊框了，哈哈哈。雖然這個事兒有點難崩吧，但是就我個人而言我是更喜歡鋁合金的因為它的散熱是明顯比鈦合金來的更好我們後面就會通過測試證明這一點。而且換回了鋁合金之後三星 S26 Ultra 的重量也比 S25 Ultra 來的更輕了，只有214克。對於一個6.9英寸的大屏旗艦機來說，對比其他機型，這個真的是相當輕了。厚度相比上一代也縮減了，就不到8毫米厚在真旗艦裡也算是數1數2的薄了輕薄再加上大的耳角，好處就是手感非常的棒一點也不墜手。但是副作用就是鏡頭和機身之間的這一段變得更寬了，凸起的感覺會更明顯。這個手機你把它放在桌上是完全放不平的。更大的耳角也使得 S Pen 的屁股也得帶點弧度，那這一下 S Pen 也得分正反，沒法盲插了。S26 Ultra 的顏色也做了更新，三星這一次給我們送測的這一台是新的幽夜紫的配色，而我自己呢又買了一台淺銀藍的零售機因為我更喜歡藍色一點吧。我們後面測試也都是拿這台自購的零售機來測的，其他的顏色我在發布會的現場也都拍了。這個三星商店限定的淨月銀感覺也挺好看的。另外2台新機 S26 和 S26 Plus 我們也拍了它們的外觀，但是實話說，除了芯片以外，並沒有太多的新東西，所以我這一次的興趣主要還是聚焦在 S26 Ultra 上的。那麼 S26 Ultra 這一次最大的賣點就是它正面的這塊屏幕啦。參數上可能看起來變化不大，還是3220×1440 120赫茲的單層 OLED 的面板，屏幕調光依然是全亮度480赫茲低頻 PWM， 色深也還是8到10的但是屏幕這一塊有一個很大的升級，就是這次新加入了防窺模式。在下拉菜單裡打開防窺功能後稍微側一點看手機，你就比較難看清屏幕上了有效的防止你旁邊的人偷窺你的隱私並且相比貼防窺膜有幾個優勢。首先就是這個防窺模式呢，它是可以隨時開關的其次呢，就是不僅左右側是防窺的，上下側你側過來看也是防窺的。再者，它可以根据應用來設置防窺，哪個應用開防窺，哪個應用不用開防窺，都可以你自己定義。那最重要的是可以做到屏幕部分區域的防窺。比如，我就想讓微信彈窗的消息防窺，你看，只有那一片開了防窺，是吧？這個還挺酷炫的那三星具體是怎麼實現這個防窺屏的呢？其實這個原理不算特別複雜它就是給一半的像素套上了一種聚光罩把這些像素發的光聚得更集中，你可以叫它們窄像素吧。那正常全角度可視的像素，我們就叫它寬像素。平常呢，寬像素和窄像素都開着，所以你從各個角度都能看見屏幕。而開啟了防窺模式之後就是把寬像素全部關掉，只保留窄像素，這樣就只朝屏幕正前方發光了。那這個防窺就是這麼來的。
但是相信啊，大家也都猜到了，这個防窺它也不是一點副作用都沒有的。首當其衝的就是開了防窺之後，分辨率少了一半，肯定沒有原來清楚了。但是哪怕關掉防窺後，仔細盯着它的屏幕看，你仍然可以感覺到啊，這個清晰度是略微有些犧牲的，它沒有以前那麼細膩。我個人會建議大家到時候就打開 2K 分辨率模式，會比默認的 1080P 模式要緩解一些。這防窺這個新功能到底夠不夠重磅呢？其實是取決於你對於隱私的重視程度吧，能不能讓你願意犧牲一點屏幕素質來換取對隱私的保護。講真啊，從百花齊放、反同質化的角度，這個確實是一個足夠差異化的賣點了，在最近幾年手機行業的創新裡，也算是能留下一筆的啦。再回到背面，我們來看一下 S26 Ultra 的影像部分吧。比起國產旗艦的相機硬件堆料以及和相机厂商的聯名，三星在影像上似乎一直延續着自己的打法啊。S26 Ultra 的這個相機硬件布局啊，還有傳感器的尺寸呢，基本都是和上代一致的。3倍長焦的傳感器還從3.52英寸的 IMX754換成了3.94英寸的 S5K3LD 啊。但是主攝和5倍長焦的光学部分做了比較大的改进，主攝升級到了 f1.4 的大光圈，5倍长焦的鏡頭啊也從 f3.4升級到了 f2.9。它這個新的5倍長焦還挺有說頭的，你有沒有發現從外面看這個5倍就跟正常的鏡頭一樣是圓的，而不像其他的長焦潛望那樣是一個方形的棱鏡？難道它沒有用潛望嗎？其實是暗藏玄機啊。傳統的潛望結構啊，光線先經過棱鏡反射，然後鏡組水平布置，最後成像，相當於原本的物理焦距從機身的 Z 軸轉移到了 Y 軸上。但 S26 Ultra 這次採用了一種新的潛望結構，叫 ALOP。它把鏡組挪到了棱鏡的上方，相比傳統的潛望擴大了進光量的同時呢，體積也能夠做得更緊湊啊，並且棱鏡的擺放角度也不是通常的45度，而是40度的。這樣的話 ，CMOS 就可以略微的傾斜放置，再稍微降低一點 decal 的厚度。這個 ALOP 結構還不像傳統潛望那樣存在方形的虛化光斑，它的焦外基本和直立鏡頭沒什麼區別。但是它也有它的副作用啊，就是对焦組的移動範圍會受限，影響到最近對焦距離，沒法做成長焦微距了啊。但是嘛，這個 S26 Ultra 還有一顆3倍長焦在嘛，拍微距根本就不需要5倍，所以5倍這次升級還是很成功的。從我們實測影像的結果來說 ，S26 Ultra 對比上一代提升最顯著的就是它的夜景表現啦。得益於大光圈，主攝和5倍長焦在弱光下的表現都有明顯的改善啊。不過 S26 Ultra 的銳化看起來還是挺重的。以主攝的5000萬像素模式來對比 iPhone 的4800萬像素，在酷夜圖上我们可以看到大幅度銳化的邊緣。那順帶一提啊，它這一顆 HP2 的2億像素主攝，我們測下來效果最好的就是它的5000萬4合1模式啊，推薦大家都切到5000萬像素來用啊。如果你用它相機默認的這個1200萬像素模式，也就是16合1輸出的話，你會發現它的採樣率似乎是非常低的，能看到明顯的混疊啊、偽色啊，甚至是鋸齒。要是能像 iPhone 那樣提供一個基於4800萬超採樣的2400萬的規格就好了。至於這顆3倍鏡頭呢，它的定位一直都是用來湊焦段的啊，畢竟三星是給了4顆鏡頭，這1倍和5倍之間的跨度還是蠻大的。直接用主攝裁切的話，畫質損失會比較嚴重，中間用一顆3倍焦段過渡一下也算是合理啊。我們也沒必要用其他家大以長焦的標準去要求這樣一顆過渡鏡頭了。不過前面也說過 ，S26 Ultra 的3倍其實它的 CMOS 面積變小了，所以我們實測分辨率和信道比表現對比前代的結果也是能猜到啊。那我們實際拍攝的外景樣片，這裡也給大家來放幾組對比一下吧。相較於 iPhone 這種比較平淡的調教呢，三星相對來說這個色彩表現會稍微的鮮豔一些，但是它在風格化上又不像國產旗艦那麼的明顯，那麼講求影調，整體的風格啊，還有對於顏色的表達還是比較克制的，也算是三星自己的一種風格吧。室內光線昏暗的場景啊，三星的 f1.4 大光圈還是有感知的，畫面暗部的純淨度確實有明顯的提升啊，尤其在用2倍焦段拍攝的時候，差別會更大一些。另外啊，三星在包圍曝光合成的策略上啊，有時候會比較激進，高光壓得太厲害了，破壞了場景原本非常有質感的光線效果。那相比靜態照片，視頻方面，三星在安卓陣營裡還是相當強勢的。這一次光圈升級最直接的收益就是在夜景視頻上，對比 S25 Ultra 可以看到夜景視頻的這個純淨度是有提升的。除了攝像頭升級外，三星這一次也用上了 AI ISP 來實現更好的視頻降噪。當然了，和視頻王者 iPhone 比起來還是有差距的，它算是安卓端的王者級別吧。
另外，在專業視頻模式下，三星這次也提供了 log 可以錄製並且對於錄製的分辨率還有幀率都不做限制不管是這個 8K 30幀還是 4K 120幀，你都可以開啟 log。這一點目前在行業裡還是相當領先的。S26 Ultra 也首次加入了 APV 編碼，保留了更多幀間信息，方便後期用達芬奇等專業軟件來編輯。包括 S26 Ultra 也加入了水平鎖定功能在運動的時候拍攝可以實現這樣的效果。有一說一，這個最終的視頻質量還算是挺能看的很適合拿來拍 vlog 之類的。最後 S26 Ultra 的前攝效果也更好了，硬件變化虽然不大，但視角变寬的同時，得益於新的 AI ISP， 人的皮膚拍出來會更有氣色一點。我感覺三星的大方向定的就是往輕薄去走了，所以影像這一塊呢，它根本就沒有打算做更大的底拉。包括它的電池顯然也不算大這個 S26 Ultra 依然只有5000毫安時，和國產旗艦的硅碳負極電池比起來，那是小了不少那為什麼像蘋果三星還有谷歌這樣的國際品牌，他們做的旗艦機都不給大電池呢？這個其實和全球運輸法規有一定的關係。美國、歐盟和國際上的 IATA 都規定了，單個電芯20瓦時以下會被歸類在比較寬鬆的運輸分類裡，超過20瓦時以上就需要做額外的危險品申報和認證，這些都會增加不少的成本。20瓦時在3.85伏電壓下，差不多就是5200毫安時，所以全球銷售的手機很多都會把電池壓在這一根線以下。很多大電池的國產旗艦機，如果要做出海，也是得妥協的，要不就是得單獨給海外做一個小電池的版本，要不就是換成雙電芯來賣。比如小米就是這2種方案都幹過。那對於三星來說，既然已經決定了不繞開這個限制，不加大電池了，那乾脆就圍繞小電池來做文章，比如說做得更輕薄，或許這也是一種思路吧，總比谷歌 Pixel 那種電池小了還重的機器要稍微體面一點但是5000毫安時畢竟確實就是5000毫安時。實際我們跑了一下極客灣的5G 續航測到死 3.5 模型 ，S26 Ultra 的續航果然不出意外不管是和 iPhone 17 Pro Max 還是和一些大電池的機型還是有差距的當然了，得益於處理器能效的略微進步以及系統的優化，比起 S25 Ultra 那個7小時出頭的續航確實長了一些。S26 Ultra 最終堅持了8小時整，和部分前代旗艦安卓機接近，能打一打 iPhone 17和 Pixel 吧。相比續航而言呢，三星這一次在充電上還是稍微讓人開心了一下的，終於支持60瓦快充了，哈哈太不容易了我們實測了一下，它的有線是基於 PPS 協議的，從零充滿總共花了1小時出頭，前5分鐘可以堅持53瓦。充到一半電量前的這一段呢，能跑到36瓦，其實對比下來還算是挺堅挺的。我們來看一下電池能量曲線，对比 iPhone 和國產旗艦就能夠看出實際充電效率了。看起來 S26 Ultra 的充電速度確實不錯三星的前20瓦時已經充得比小米17 Ultra 要快了，這還是在小米充電功率的上限更高的情況下。那 S26 Ultra 相比上一代的 S25 Ultra 還有 iPhone 來說，那就快太多了。恭喜三星成為了國際御三家的超大杯裡第一個解決充電短板的。那在我們極客灣的頻道上聊手機一個躲不開的話題就是性能。三星近年來國行用的這個芯片呢，一直都是高通旗艦的定制版。今年國行 S26 系列就是第5代驍龍8至尊版 For Galaxy。那相比普通的815其實就是峰值頻率拉高了一些，2顆 CPU 的超大核從最高 4.6GHz 進一步提高到了 4.74GHz，GPU 從 1.2GHz 超到了 1.3G。我們測了它的能效曲線是這個樣子的。意料之中的这個提升呢，主要也是服務於峰值跑分吧。體質上，這個定制版和普通815是沒有顯著區別的，所以實際用起來你就當是同一個芯片吧。值得一提的是有部分地區，比如歐洲和東南亞版本的 S26 和 S26 Plus 使用了2納米的 Exynos 2006芯片這個看起來也挺有意思的，回頭我們單獨買來研究研究聊性能就離不開遊戲了。三星一直以來在遊戲的表現上是相當保守的，包括前幾代三星的這個散熱也很難和一些性能旗艦去競爭。
今年的 S26 Ultra 重点就加强了散热，最大的工程就是换回了铝合金中框。与此同时啊，机内的 VC 均热板也做了加强，平面面积其實就略微大了4%，但是設計上做了優化。這一代新的 VC 你可以看到有更多不同方向的導流結構，再加上優化了支撐柱，官方說是導熱強了20%。那我很好奇，在遊戲裡它這個散熱到底能夠強多少呢？來，我們直接放數據吧。首先啊，是各家還沒怎麼來得及優化的《明日方舟》周末地，在1036P 最高檔畫質下，你還別說，單論周末地的表現 ，S26 Ultra 還真的是要比我預想中的好不少啊！這台零售機30分鐘是平均55幀，6.1瓦的整機功耗，雖然意料之中的比較的慫吧，性能上肯定是打不過一些調得不錯的815旗艦的，但它仍然要比那些亂調幫了倒忙的815旗艦要更好啊！那遊戲基本上全程都是比較流暢的，尤其对比功耗的话 ，S26 Ultra 還算是控制的挺低的。結合散熱，最終體現在溫度上啊，46度在815機型裡算是一個中等水平吧。它這個表現和標準版的 iPhone 17如出一轍。那如果是對比自家上一代的 S25 Ultra， 那這個提升就非常大了。上一代幾乎完全不適合遊戲啊，新款至少也算是趕上大部隊了。另一款遊戲《明朝》裡 ，S26 Ultra 的表現依然不賴啊，864P 的分辨率，平均58.1帧，相當流暢了。不說在815的旗艦裡有多好吧，但也至少是有一個中游水平了。尤其跟 iPhone 比的話 ，S26 Ultra 還要更強一些啊。當然了，明朝这個遊戲上一代的 S25 Ultra 也能夠跑得很流暢，並且功耗也沒有特別高，但是溫度表現還是和新款天差地別啊。鈦合金的 S25 Ultra 直奔50度的高溫啊，真的是燙得沒法玩了。而 S26 Ultra 能夠壓在46度多，儘管以它的功耗來講，這個散熱仍然不像一些性能旗艦那麼豪華吧，但和自己比絕對是進步顯著了。最後啊，我們也跑了崩壞星穹鐵道 ，S26 Ultra 實測可以支持到996P 的非常高分辨率，但上一代的 S25 Ultra 只支持到776P， 所以啊，我們就對比了這一檔，正好也能對比一下 iPhone 的表現。前代 S25 Ultra 在奔鐵裡還是挺高的，跑出了7.6瓦的高功耗，一度接近滿幀，但因為散熱太差了，哪怕在低檔分辨率的情況下，也只跑了13分鐘就高溫閃退了哈。那這一代的 S26 Ultra 居然學乖了，和其他遊戲一樣是慫着來啊。儘管幀率沒有那麼堅挺，但順利堅持完了30分鐘，55幀放在815裡確實算是後排水平了啊。但是功耗確實也不高，溫度呢也比較穩定，就是一個慫字當頭吧。我們測下來，感覺 S26 Ultra 的遊戲性能除了慫了點外呢，好像也沒有像之前那麼拉垮了啊。我們測的幾款大型手遊還算是能夠流暢運行的，並且最重要的是機身溫度可控，這比上一代的這個 S25 Ultra 那是強多了啊。我覺得這一代的散熱改進還是非常明顯的，並且三星終於做了一個好用的遊戲內助手。現在這個遊戲側滑菜單不僅美觀實用了很多，功能也更加齊全了，甚至還加入了針對特定遊戲的 AI 輔助功能。哇，三星居然還會專門給遊戲做適配，我還真是一時半會有點不敢相信啊。伴隨着 S26 系列的登場，三星也拿出了新的 One UI 8.5系統。除了在動畫上繼續改進外呢 ，Galaxy AI 也是三星這一次重點升級的部分。所以我這一次也是專門體驗了幾個比較有趣的 AI 功能，給大家來簡單講一下吧。首先就是文件掃描功能的加強，現在相機拍到文件直接就可以一鍵掃描，不用專門進什麼文檔模式了。然後它不僅會自動矯正，並且去掉陰影啊，或者是手指啊等等瑕疵，還會用 AI 去做清晰度增強。要不然你稍微掃描的這個角度歪一點，或者文件沒鋪平，就可能掃出來七扭八斜的或者是对焦出問題。我們試了各家手機的文檔掃描，那三星是為數不多既能夠正確的去掉陰影和手指，又能盡量矯正文檔變形的，掃出來的清晰度也挺高的。然後就是 Bixby 接入大模型了，其實這個事兒在 One UI 8上就已經完全實現了。它的通用 AI 搜索呢，還有多模態的能力，在國際上用的都是 Gemini， 而國行是和豆包背後的火山引擎等合作。那我覺得這個選擇算是非常正確的了吧？那這一次升級了8.5之後 ，Bixby 已經能實現一些 LLM Agent 的能力了。
比如我用自然語言去問手機，它為什麼放在我口袋裡屏幕會亮？哎，你看它就會分析上下文，然後直接找到手機裡的設置選項，幫你直接解決問題。包括你也可以試試這個智能執行，比如讓它幫你點一個麥當勞吧，那它會一步步看屏幕幫你點啊，類似這種比較初級的 agent 功能吧。然後還有三星的傳統異能 AI 的照片處理，現在可以在相冊裡給 AI 下命令來修改你的圖片了，比如給人換衣服呀，或者是往上面生成点什麼呀，或者把圖片給風格化呀。那麼毫不意外的，这個國內也是用火山引擎來實現的，你可以當做是在相冊裡集成了一個豆包吧。還有好多七七八八的 AI 功能，三星是專門做了一個蓋樂式 AI 的子菜單，你在裡面全部都能找到，夠你玩上幾天了。其實我們整個測下來啊，感覺 S26 Ultra 在三星的歷代旗艦裡已經算是進步比較大的了。除了像防窺屏啊，還有輕薄這些亮點外，最重要的是它改進了三星之前的幾個關鍵的短板，比如遊戲體驗啊，比如說散熱表現呀，包括還有充電速度，对吧？這些痛點總算也沒那麼痛了。除了對國際廠商來說可能不一定有戲的電池容量之外呢，我覺得 S26 Ultra 總體還是挺 Ultra 的啊。當然了，它的價格也很Ultra啊。至於我的話呢，我已經把數據給簽過來了，給他一個機會吧，用一段時間看看，回頭再給你們點評一下好了。那麼好了，以上就是三星 S26 Ultra 的上手體驗的全部內容了。喜歡這個視頻的話，別忘了點讚、留言、收藏、轉發，我們就下次再見啦，拜拜。